像我这种会有很多小东西的，就非常需要这种收纳柜。不要买太小，也不要买太大，因为太小的话，其实你没有办法装几天的衣服。那太大的话又很占空间，而且会害你懒得洗衣服。像我的话，就是妈妈就准备了一个铁盒，然后就当做我的医药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蜜雪。今天这集呢，是给准大学生们的宿舍住宿指南。今天就让我来告诉你们，大学住宿需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吧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延长线。因为大部分的宿舍一个位置只会提供一个插座，所以呢，如果有延长线的话，就可以增加很多个插座，让你可以同时间插很多的东西。像我的话呢，会一个孔插台灯，一个孔插手机，一个孔插吹风机，就是有需要的时候才会用的吹风机。像我的延长线呢，还有2个 USB 的插孔，就是我会拿来充耳机啊，还有随身的电风扇这种。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吹风机。那吹风机的话呢，我很推荐 Panasonic 的这一款吹风机，因为这款吹风机呢，它的温度不会太高，风量也不会太小。有一些吹风机呢，会温度很高，然后风很小，就是我比较怕烫。但 Panasonic 的这支吹风机呢，它温度适中，风量也适中，很适合像我这种怕烫，然后又需要把头发吹全干的人。接下来第3个呢，就是笔电。笔电呢，最好是准备一个袋子，因为你有时候会需要带着笔电出去，比如说去自习啊或什么的。如果放在书包里面的话，可能会太重，那就是额外准备一个笔电的袋子，就可以提着就走。那接下来下一个呢，就是外出包包。因为大学生活呢，什么都要自理，包括你要去买饭，包括你要出去玩，那这时候外出包包就很方便。因为如果你只有准备你平常上学用的书包的话呢，出去玩或者是出去买个饭会变得很不方便。所以如果有一个随身的包包，就只要可以放得下手机、钱包、钥匙，还有一些小空间可以再放一些额外的东西，其实这样就很足够了。那下一个呢，是可立起来的化妆镜。因为有时候不一定只有女生，其实男生也需要出门前整理仪容。那因为宿舍里面大部分都不会附镜子，然后一间房间只会有一间浴室，甚至像我住的宿舍是公共浴室的。那如果你没有准备一个镜子放在你宿舍的位置里面的话，如果你要整理仪容，或者是你需要化妆，或者是整理自己的话，就会变得非常的不方便。接下来下一个呢，是碗。那碗的话，其实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需要。那像我的话呢，会准备像这种一个大的碗，一个小的碗。然后那时候是听我妈的建议，是买那种保温碗、隔热碗，这样如果要装东西、装热的东西的时候，也比较不会烫。那下一个呢，就是拖鞋。那拖鞋的话呢，最好是买这种防水的拖鞋，因为你洗澡出来，你的脚会是湿哒哒的。那如果你是买那一种布的拖鞋，或者是那种会容易吸水的拖鞋，其实就是鞋子很快就报销了。但如果是买这种塑胶的防水的拖鞋，你只要把它吹干或者是自然风干，其实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介绍一个很方便的东西，就是这个3层柜。因为这个3层柜很方便的原因，是因为它可以收纳很多小东西。这个3层柜看起来其实还蛮大的，但其实我3层都把它装满了。因为像我这种会有很多小东西的，就非常需要这种收纳柜。
那接下来呢，宿舍可以准备的就是挂钩，就是那种像 3M 这种可以粘在柜子上或者是墙壁上的这种挂钩，因为有时候你会需要挂包包啊，或者是挂一些没有干的衣服，或者是不能晒太阳的衣服，那这时候有准备挂钩贴在你的位置的话，就会方便很多。那接下来呢是脸盆，为什么要准备脸盆呢？因为像女生的话会有需要手洗内衣裤的问题，那如果准备脸盆的话，就可以在脸盆里面洗，就不用在洗手台，因为如果是跟别人共用的洗手台，其实你也不太放心吧，所以准备一个脸盆就可以在脸盆里面洗衣服。你有时候可能只有1-2件衣服，你就不一定要再多花钱去投币，然后去洗衣服，你就用手搓一搓就可以了，那脸盆就很方便。那我买的脸盆呢，是像这样子这么大的一个脸盆，其实也不一定要买到这么大，我有看过我室友或者是其他人，他们的脸盆就没有那么大。然后像我的话呢，那时候妈妈是建议我买2个，就是一个可以拿来洗，然后上面这个呢，就是拿来放已经洗干净的衣服。然后我平常在这脸盆里面呢，也会放就是手洗巾啊、洗衣巾，还有一些洗衣袋之类的。那下一个呢，就是洗澡篮，因为像如果不管现在是不是在公用的浴室，你都要准备洗澡篮，因为每一个人他们洗澡会用的东西都不一样，所以这种东西是不能共用的。那你就要自己准备一个洗澡篮，装属于自己的沐浴乳、洗发精、润发乳，然后洗面乳什么之类的。那我以前呢，原本想说就把它放在脸盆里面就好啦，但是之后发现脸盆其实没有那么的方便，所以还是准备一个可以提的小篮子。那基本上这种篮子呢，五金行都有在卖。像我的洗澡篮就是这种有洞的，可以排水的，然后里面也足够可以让我装我的沐浴乳，然后洗发精，还有润发乳，还有我平常会需要用到的洗面乳，还有刮腋毛的刀子。其实我平常我的洗澡篮里面还会再放一包洗脸巾，因为我的脸很容易长痘痘，所以为了避免细菌再进入我的脸里面，所以我都会用那种一次性的洗脸巾。那我就是平常洗澡的时候要洗脸嘛，那我就会把洗脸巾放在我的洗澡篮里面，然后就直接带去洗澡，然后洗完脸就拿来用这样。那下一个要准备的呢，就是牙刷跟漱口杯还有牙膏，最好是准备一个漱口杯啦。刚开始你们想说不用啊，不用漱口杯，我用手接就可以了。但其实之后发现有漱口杯会方便很多，因为有时候你也会需要用到漱口水或者是什么的时候，其实也可以拿来用。那下一个呢，我自己还会准备洗碗巾，就是因为我前面有说我有准备碗嘛，那如果我用碗吃完东西之后，当然就是会需要用到洗碗巾把它洗干净。但是我发现其实蛮多人没有准备洗碗巾的，但因为他们也没有准备碗，所以没有准备洗碗巾其实也没有关系。这个就是碗跟洗碗巾就是见仁见智。当然就是还有餐具啦，就是餐具的部分也是见仁见智。像有些人去到住宿舍之后，特别是像我，其实我也有准备那种环保餐具，但其实我之后发现，为了方便，为了贪图一时的方便，其实我很多时候都是用免洗餐具，这样是不太健康的啦。但是为了方便嘛，就是有时候还是会用免洗餐具，当然还是推荐用环保餐具。环保餐具我还是有准备。那如果用环保餐具的话呢，就是洗碗巾就是要准备着。那下一个呢，就是要准备脏衣篮，就是你换下来的衣服，你不一定会每天洗嘛，那你换下来的衣服要放在哪里的？就是要准备一个脏衣篮放。我看过很多人都是用那种可以压下去的那一种布的脏衣篮，那我的话呢，
是准备这种脏衣篮，塑胶做的，然后不要买太小，也不要买太大，因为太小的话，其实你没有办法装几天的衣服。那太大的话又很占空间，而且会害你懒得洗衣服，那衣服就很容易发臭。那我的话呢，我的衣服大概会2天，最多3天，就会把这个脏衣篮装满。冬天的话，大概只能装2天，夏天可以装到3天的衣服。那我差不多也都是2到3天洗一次衣服。有脏衣篮的话呢，就代表要准备衣架嘛。那衣架最好是准备，像我们女生比较多衣服的话，至少要准备20个。20个还有点少，我看过有室友衣服比我更多的，他那个衣架是要分批带回家的。当然，因为宿舍的衣柜有限，空间有限，所以你衣架准备的再多也没有用，也不见得有地方可以让你挂。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学会折衣服，把衣服折起来，叠起来，收在衣柜里面。就是不是每一件都用掉的，有一些衣服比较少在穿的，或者是比较不怕皱的，就是把它折起来，或者是一些裤子、短裤，把它折起来放在衣柜里面。那有些人呢会在衣柜里面准备除湿包，像我的话就会准备这种除湿包，因为衣柜其实蛮容易潮湿的，就是有时候你可能晒衣服没有把它晒到100%干，然后你不知道，你没有注意到，你就把它全部收进去衣柜里面，然后那个柜门一关起来就闷在里面，这样其实就很容易发臭，或者是会有一些怪味。所以除湿包的功用就是把这些湿气给去除掉，然后除了有芳香的作用以外呢，也可以让你的衣物不会有异味。那在外面住宿呢，其实因为家人都不在身边，没有办法贴身的照顾你，所以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。那我的话呢，就是妈妈有帮我准备这个医药盒。像我的话，就是妈妈就准备了一个铁盒，然后就当做我的医药盒，里面都会装一些药，就是有时候一些轻微的症状的时候可以用的药。例如说这个普拿疼止痛药，然后生理痛的药，然后这个表飞明这种益生菌我都说它是胃药啊，但其实它是益生菌而已。然后我之前还有准备这个鼻喷剂，但我现在换另外一款了。然后妈妈也帮我准备了很多这个 OK 泵，就是万一受伤的话就可以用的。然后其实还有那个啦，那个小护士面舒利达姆。然后现在这个被我放在其他地方，没有在这个医药盒里面。然后我也有准备这个福茂热饮，但其实我有喝过，就是要症状非常非常轻微的时候喝，可能才有用。只要早上一起来发现，身体喉咙不太对劲哦，基本上喝那个福茂热饮都没有用了，都要去诊所看医生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你在宿舍可以准备一个垃圾桶或者是垃圾袋，就是拿来装一些垃圾的，你就不用每一次要丢垃圾，可能丢个卫生纸或者是丢个什么东西，都要一直跑上跑下。准备一个小的垃圾袋或者是垃圾桶，也不用太大，就是可以装得下你个人大概最多1个礼拜分量的垃圾桶就够了。接下来要说的呢，就是可准备可不准备的东西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床头的挂篮，就是可以让你放一些小东西，比如说手机啊、耳机啊，或者是耳塞之类的。那像我的话呢，我大一的时候有在用这个挂篮，大二大三之后就没有什么在用了，都放在床头那边，但是基本上都没什么在用，就是可用可不用。那下一个呢是针线包，因为如果
有一些衣服它可能只是小小的破掉而已，那其实你可以自己去买一个针线包，然后把它补起来，这样就好了，就不用说啊整件要丢掉啊，这种浪费。我们大学生嘛，没什么钱，要开源节流。那针线包其实也蛮便宜的啊，最小的好像一包好像才20-30块吧。我买的是这种针线包，那其实这种针线包呢，一个我记得好像那时候也没有买到100块，就是其实蛮便宜的，然后还可以用很久，因为其实你的衣服也不是天天破掉嘛。那接下来下一个呢是女生可以准备的，就是这个热敷袋，因为有时候经期来很不舒服的时候，这个可以拿来缓解。因为大部分学校宿舍都是提供那种饮水机，就是有冰水、温水、热水这一种，你就可以直接去饮水机里面装热水来热敷，还蛮方便的。那下一个呢是马克杯，这也是可准备可不准备，因为有些人会习惯在宿舍里面泡一些饮料啊，或者是巧克力之类的，那马克杯就很好用。接下来呢是快煮锅，那快煮锅呢，因为它是高功率的东西，其实很多宿舍都是禁止使用的，所以要取决于你们宿舍的规定，可不可以使用这个快煮锅。不然其实有快煮锅其实还蛮方便的。但像我们学校呢是禁止使用快煮锅的，因为我们学校的宿舍比较老旧，很容易跳电，所以这种高功率的东西是不可以使用的，所以我也没有快煮锅这个东西。那以上呢是我推荐的住宿用品，那还有什么还没有讲到的，欢迎底下留言哦。我是蜜雪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